庆长19年7月7日，近年开始起事的民生南光坊天海，突然对即将完工的方广寺宗明发难，认为其中的国家安康、四海诗化、万岁传芳、君臣丰乐之句是恶俗的政治隐喻，是在讽刺德川家康篡封臣位，并有诅咒家康人头落地的意味。要不要跟进？德川家康很是犹豫，这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也是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风险。向来谨慎的家康还是打算把事情的热度压下去，交给下一代来最终完成彻底取代丰臣政权的事业。此时家康的侧室阿茶局带着德川秀忠前来，我们不知道三人谈了什么，但是最终家康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2年为家族做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贡献。阿茶局只是德川家康的侧室之一，他竟然决定了日本历史的走向。事实上，因为他对德川政权的巨大贡献，最终甚至获得了整个日本战国仅次于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的众一位高官阶。其实德川家康他有大概20位侧室，有很多都是充分发挥了才能才帮助家康夺得了天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德川家康更像是拥有了一群关系特殊又能力很强的美女秘书团啊，真是令人羡慕啊，不对，真是令人想一探究竟。今天我们来聊聊家康公身边有名有能的女性们。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德川家康的第一个侧室其实是战利品，是以前的这个视频有讲，永禄5年，家康为了夺回还在金川世真手里做人质的妻子和儿子，攻打提殿家抓走了提殿兄弟去和金川家交换人质。而就在这场战斗中，战败的提殿家将西郡城城主提殿长池的女儿送给家康做侧室，表明臣服，这成了家康的第一个侧室。后来家康与西郡局生下了家康的次女都基，都基先是嫁给了北条氏政的嫡长子北条氏直，后来又再嫁给了池田辉政。由于冈崎城里的武士们拒绝接受和金川家关系深厚的赖明基入城，所以反而是西郡局一直和家康住在冈崎城内，算是家康早期人生中重要的女性。因此家康对西郡局的感情也比较好，也有很多小说中描述西郡局才是家康一生最爱。虽然2个人是在困境中相识，但是最终共同度过了40年时光。家康的第2个侧室是山河国池里富出身的小都局，小都局的出身也不错，其家族从平安时代起就成为了武士，而且他本人也是家康生母于大方的侄女。本来家康将他带到德川家是为了照顾家康的正室赖明基，结果慢慢的家康看上了这小保姆，于天正元年将其纳为侧室。你那是缠他的身子，你下贱！想想这种关系也知道赖明基是不可能给他好脸色的。在小都局怀孕的期间，为了防止遭到赖明基的嫉妒穿小鞋，他被送到了本多重次的家里躲避。以前有个说法说祝山殿因为嫉妒小都局，在雪夜将他全裸绑在庭园的树上，不过基本不太可能是真的，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情况肯定是直接死了。总之最后他是在家康势力之下的中村家生下了双胞胎，因为当时双胞胎被认为是很不吉利，其中的一个就被小都局送回了老家，另一个被本多重次收养，这就是后来的结城秀康。因为有这个儿子，小都局的境遇后来也没有太差，基本就是跟着儿子跑。但是很可惜啊，结城秀康34岁就病死了。之后小都局未经家康同意私自出家，最后72岁去世。虽说小都局为家康生下了结城秀康，但他在家中的地位一直不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还被迫将儿子送养出去，也是一个可怜人。要说家康最喜欢的侧室，一般都会想到西乡局吧，毕竟直接就被叫做爱了。西乡局出生在山河西乡市，15岁时嫁给了表兄西乡义胜，后生有1儿1女。元龟2年，武田军南下，西乡义胜战死。可能家康战前也跟义胜说过，汝死后，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西乡局也就在天正4年，作为家康长孙女登9级的乳母进入滨松城，然后被家康纳为侧室。天正7年，他生下了家康的3子长丸，也就是后来的德川秀忠。4年，他又生下了福松丸，也就是后来的松平忠吉。据说西乡局一直有高度近视，所以他很少与人争执，养成了温柔忠厚的性格，因此被家康所喜爱。德川家中呢，也称西乡局为媚见姬或者是爱。据说他也是德川家康的侧室中，在三河武士集团里最有人望的。后来西乡局在信康筑山殿事件、与武田氏的战争、伊贺月、小牧长久手之战这些家康的困难时期，操心太多，积劳成疾，最终是在天正17年病死，年仅37岁。看过大河剧真田丸的应该都会记得，家康每次咬手指都怕被侧室打手。剧中这个不让他咬指甲的侧室就是阿茶局须和，其实他都称得上是战国时代的明军师之一了。
家康就曾经称赞他，若是身为男性的话，一定能成为指挥大军的一方大将。永禄8年，阿察菊作为武田信学的家臣范田执政的女儿出生，后来就被赐婚给了一条姓龙的家臣神尾忠重，两人生有2男。天正5年，忠重去世。阿察菊呢，因为天生丽质，又拥有不输给男性武士的武术、马术和谈判技巧，成为了十里八村有名的魏王人，于是被家康看中，纳为侧室。小牧长久死之役时，30岁的阿察菊还怀着身孕，就穿着男装出阵战斗。虽说没有受伤，但也因为激烈运动而流产了。之后，阿察菊与家康之间再也没有孩子了。但是西乡菊去世之后呢，年幼的德川秀忠和松平忠吉都被寄养到了他的名下。阿察菊与本多正信一起，作为德川家康的核心谋士而闻名于后世。最著名的功绩是德川家康灭亡丰臣家时期的操作。方广寺宗明事件和大阪东之阵的谈判，可能都是阿察菊策划的。一说之后的大阪夏之阵时，阿察菊认为真田信村肯定会直接冲击德川家康的本阵，而早早换上男装准备战斗。家康死后，按照传统，所有的侧室都应该剪掉长发，但是按照家康遗命，阿察菊没有剃发。之后呢，阿察菊就继续支持德川秀忠的政权。秀忠的女儿和子嫁给后水尾天皇时，阿察菊被作为代理母亲教育和子。由于阿察菊为德川家和江户幕府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后水尾天皇授予了日本历史上女性最高的众议尉官阶，事实上享受将军母亲的待遇。宽永9年，德川秀忠去世，阿察菊出家并改名为云光院。宽永14年去世，享年83岁。丰臣秀吉把德川家康移封到关东之后，为了拉拢当地豪族，家康打算在关东名门中多收一些侧室。13岁的于胜方也是作为名门之后被召集的人之一。但是其实现在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出自哪家，甚至都搞不清楚他以前是属于北条阵营还是李健阵营，反正肯定是一方小领主的女儿。虽说在于胜方20岁之前，他应该是家康的爱妾之一，连关原之战都带着他，但是其实好像家康一直没有给他侧室的名分。直到关原之战中，于胜方也是男装出现，赢了关原之战后的德川家康喜出望外，才给他改名于胜。于胜方这才被作为侧室对待。他30岁的时候为家康产下了5女世姬，但是世姬4岁就夭折了，家康就觉得于胜方挺可怜的，便将年幼的儿子鹤千代和结成秀康的次子虎松以及外孙女正姬过继给于胜方做养子养女。因为于胜方性格很节俭，后来家康又让他管理德川家的金库。顺带一提，最美味的食物是盐，最难吃的食物也是盐。这个日本传统故事就是发生在德川家康和于胜方身上的。于茶阿方是另一位同时在做谋士的有名的家康侧室，本是远江国山田八左卫门的女儿，也是曾经结过婚并有一女，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的美人。后来金谷地方的领主看上她，想要强娶，并且杀了她的丈夫。于茶阿方于是找家康告御状，家康直接处死了该领主，并将于茶阿方和他的女儿带到滨松城保护起来。一开始呢，和其他人一样，他是被安排做一些杂物，后来他被家康看上，收为侧室。文禄元年，生下了家康的6子宗辉。于茶阿方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德川家中颇有地位。他曾经作为使者打通了与伊达政州的关系。此外，于茶阿方利用自己的兄长成为石田三成重臣的机会，联系上了高台院领令的家臣孝藏主，为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与高台院的谈判牵线搭桥。大阪之战前，孝藏主被成功策反，临阵倒戈，成为了德川秀忠的家臣。同样作为谋臣活跃的家康的侧室还有谋须菊和尾方等等，但是他们不像阿察菊或者于茶阿方那么显眼，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为什么德川家康的这些侧室们好像都有些外交呀、行政之类的才能？其实家康收这些侧室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这个目的。他喜欢找有过生育的女子做侧室，可能是考虑这样将来的生产也会更安全。其实德川家康中年稳定之后，还是更多的宠幸10到15岁的侍女或者侧室们所以并不是家康的性癖是少妇，而是家康招这些年长女性做侧室时，心里想的可能真的就是招秘书，顺便多生些儿子。德川家康的最后一位侧室是于六菊，她是在13岁时作为于胜方的侍女进入江户城，然后马上就被68岁的家康看上，收为侧室。自知自己可能命不久矣的德川家康，还专门早早的就下命令，即使自己死后也不准于六菊改嫁。元和2年，家康过世之后，于六菊只能作为养颜院出家为尼。好在连德川秀忠都看不下去老爹这么恶心的做派了，4年之后就允许于六菊还俗，并且还为她找了新的丈夫喜连川义清。宽永2年，德川家康的忌日，于六菊去日光东照宫为家康参拜，他烧香时香炉突然莫名其妙的爆炸，有破片击中了于六菊的额头，很快就不治身亡，年仅28岁。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有故事的德川家康的测试，篇幅所限，我这边就先说这么多了，欢迎大家评论区补充。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